投資人說明會剛結束，我的手機就跳出一封公司副本郵件，寄件人那一欄寫着我的名字，收件人是財務長高文彥，內容只有一件事，叫他不要交出那份供應商稽核。我還沒來得及把郵件往下滑，保全電話就打進來，對方的聲音發緊：江副總高文彥在12樓安全梯出事了，警方已經到了。窜逃。那一刻，两件原本可以分開解釋的事被硬生生綁在一起。我的賬號威脅高文彥，而高文彥在幾十秒後被告知死亡。陳明澤沒有讓我碰任何現場資料，只把警方已經確認的部分告訴我，這封信不是剛寄的。系統顯示他2個小時前就被排成呆。我抬頭看他，所以我今晚一直在公開場合，不能證明我沒射過這封信。他沒否認，只說我們看的是操作記錄，不是你站在哪裡。不，文記，我沒有急着說賬號一定被盜。這種時候先替自己下結論，只會讓所有東西更亂。我只問了3件事：排程時間、裝置來源，還有高文彥到底在查什麼。警方從高文彥公事包裡取出的稽核摘要，很快給了我第2個問題：5家金額不大的供應商被圈在同一頁，付款旁邊都掛着風控已核准，而核准人是我。那幾筆付款我沒有任何逐筆處理的記憶，可系統表面上不只認得我的名字，還把我的審批掛得乾乾淨淨。陳明澤看着我，語氣很平：江副總，現在你同時跟威脅郵件和這5筆款項有關，你最好把能證明的和只能猜的分清楚。不外可省过。我把稽核摘要上的5家公司記了下來，要洗掉這個嫌疑，先證明自己沒做過還不夠，我得先弄清楚為什麼系統堅持說我做過。隔天一早，董事會先做的不是聽我解釋，而是凍結我的審批和管理權限。屏幕上的權限列表一項項變灰，我很清楚，這代表我連最熟悉的系統都不能再自由查。買方同時要求中午前得到初步說明。有人在會議裡問我能不能先把事情壓成單一賬號議場。我回得很簡單，我現在沒有資格替證據定調。秦書瑤私下問我，要不要我想辦法從備份環境切進去？我直接搖頭，不要碰警方封存的東西。我要的是以後能拿得上台面的資料，不是一個只有我們自己相信的答案。我們把範圍縮到公司原本就保留的歷史查詢記錄，這些資料沒有被封，秦書瑤能合法調用，也能留下完整查詢痕跡。高文彥近2周的查詢軌跡很集中，那5家供應商反覆出現，有時1天2次，有時隔幾天再查一次。他不是偶然看見，而是在持續追。我把5家公司逐筆打開，管理層儀表板卻乾淨得近乎諷刺，流程完成，審批正常，沒有紅色警示，最後一欄甚至仍是我的名字。秦書瑤盯着畫面，如果高文彥查了這麼多次，他到底在懷疑什麼？我沒有回答，因為更刺眼的是另一件事。如果畫面全都正常，我以前為什麼從沒覺得不正常？我一直習慣把系統整理好的結果當成事實。可現在，同一套結果既能說我核准了5筆可疑款項，也能說一切流程都沒有問題。這2句話不可能同時讓人安心。權限被凍結之後，我反而第一次被迫離開前台結論。我告訴秦書瑤，別再看他說夫准追，去找高文彥，真正追的是哪個來源。好，5家供應商沒有一個紅標，卻讓一個財務長追了2周。問題如果不在審批結果，就只能在結果是怎麼被做出來的。高文彥有個我以前沒在意的小習慣，開短會前，他常會先去 B17那間小會議室待幾分鐘。現在回頭看，
那個習慣變得太有規律。我沒有自己過去翻東西，而是向陳明澤提出申請。警方陪同下，我們重新進了 B 時期。桌面已經清過，抽屜也沒有能直接說明問題的文件，真正留下來的只有桌下粘着的一小片便條，大半被撕掉，剩下的字不多，不是審批，是遷移。我盯着那7個字看了幾秒，沒有把它當答案。高文彥如果真查到什麼，這句話最多只是一個方向。我要的是能重現、能核對的來源。回到合法可查的歷史報表，我把條件從付款審批改成6個月前的 ERP 遷移來源。第一家公司跳出來時，來源欄不是人工核准，而是一個批次代碼 M-17。第2家、第3家、第4家，直到第5家全部一樣。秦書瑤把5列並排後低聲說，所以前台顯示你核准，底下其實是批次導入 B 胎溫 I 運桃。我點開原始欄位，我的名字確實被帶進前台，但不是5次逐筆審批留下的操作，而是遷移資料一起寫進結果欄。這個發現洗掉了最直接的一層指控，卻沒有讓我輕鬆，因為 M-17不是自然長出來的東西，有人建立它、管理它，也有人在後面把資料塞進去。我把便條重新交回警方證物袋，看着不是審批，是遷移被封進透明袋裡。高文彥不是在告訴我誰做了，而是在提醒我別再相信表面那個字。下一步很清楚，查 M-17到底歸誰管，尤其是6個月後還有誰能往那個批次裡補資料。M-17的管理鏈一路指向運營部門。溫庭川沒有否認，他在會議桌另一端把驗收記錄推過來，整體遷移是我簽的，但細部資料是外包顧問處理。百度，他的語氣太平穩，像是在回答一個早就準備好的問題。我沒跟他爭責任，只問那位顧問什麼時候離職。刨，秦書瑤把人員記錄和資料新增時間放在同一個畫面。外包顧問離開後， M-17裡仍有2筆最可疑的供應商資料被補進去。我把時間點轉向溫庭川，這2筆都在他離職之後，你要我怎麼把後面的新增也算在他頭上？刨。溫庭川沉默了一瞬，很快換了角度。那只能證明流程交接有問題。江瑤，現在公司最需要的是止血，不是互相指控。I。說完，他從文件夾裡抽出一份草稿，標題很直接，風控流程疏失說明。我的名字沒有被寫成罪犯，但整份內容足夠讓所有人相信，是風控失職讓問題發生。你連聲明都準備好了？我問。溫庭川沒有躲開視線。如果你暫停職務，買方至少會相信公司還有處置能力。白，多年共事讓我很清楚他的習慣。溫庭川不喜歡沒有退路的局面，他總會先把最壞情況的出口準備好。可這一次，那個出口正好要我站進去。我沒有撕掉那份草稿，也沒有當場說他就是操作者。外包顧問的時間矛盾只能推翻他的解釋，提前準備聲明也只能證明他想把責任定向。但從那一刻起，溫庭川不再只是 M-17管理鏈上的一個名字，他的每一句解釋我都要重新找來源驗證。陳明澤帶來的死亡時間沒有幫我脫身，初步區間落在晚上10點25到10點50分，而那段時間我依然沒有一個能把自己完全排除的證明。與其繼續爭我在哪裡，我把問題換成高文彥最後去了哪裡。門禁記錄裡晚上10點37分，他進過17樓的檔案與服務器區，這個時間點離死亡區間太近，我追着17樓往下查，監控狀態卻在10點20分開始顯示臨時維修。
秦書瑤皺眉，剛好把整段時間蓋住。我沒有接他的話，只把維修工單叫出來。巧合不能當證據，流程能。工單走的是緊急運營程序，一般主管沒有權限臨時核准，必須使用高階運營權限，才能讓17樓監控在那個時段被標記維修。我把門禁、監控和工單時間排成3行。高文艷10點37分進去，監控從10點20分開始空白，而啟動空白需要高階運營權限。陳明則提醒我，這只能證明這個流程被啟動，不代表是某個人親手做的。我點頭，這正是我現在最需要守住的邊界。12樓是人被發現的地方，可高文艷在死亡時間內進過17樓，而那裡偏偏沒有正常監控。現場本身開始出現一個不能忽略的裂縫。我把17樓資料交給警方，沒有再往前替他下結論。公司內部我只保留一句話：查誰有權限，也查權限到底被誰使用。如果17樓只是巧合，警方會把它排除；如果不是，命案和 M-17 就第一次落在同一套運營權限裡。威脅郵件仍是最直接指向我的那根刺。秦書瑤把裝置記錄帶來時，第一句話就說：不是你的筆電。排程來源是一台共用管理會議室終端。那天下午我確實用它登錄過郵箱，因為管理會議需要調資料。這一點我沒有辦法，也不打算否認。問題出在後面，投資人臨時找我處理說明會問題，我比會議結束時間更早離席，共用終端卻還留在會議室裡。我問秦書瑤，離場時間呢？他把簽到和門禁資料翻到同一頁。其他高管陸續離開後，溫庭川比最後一批人又晚了11分鐘。11分鐘不是定罪，它只代表在我離開後，他有一段比其他人更長的時間接觸那台終端。我把2份畫面放在一起，一邊是 M-17 把批次匯入顯示成江瑤已核准，另一邊是共用終端把實際裝置操作顯示成江瑤賬號寄出。兩件事忽然有了同一種結構，系統都沒有撒謊，它只是展示結果，卻把最重要的來源藏在更底層。只看表面的人，自然會得到同一個錯誤答案。我對秦書瑤說，不要再問誰的名字出現在畫面上，從現在開始，先問那個結果是從哪裡來的。好，關。這封郵件還不能證明是溫庭川排成的，可它已經不再是一封只會把我釘死的信。至少我們有了一個可以繼續驗證的操作入口。如果對方習慣利用來源被遮蔽的系統結果，那他只要還在處理 M-17，就可能再次留下同樣的痕跡。財務部送來的新議長比我預期的更快，一筆大額設備搬遷款正在等待送出，流程代碼仍是 M-17。這不是6個月前的舊賬，是現在還在跑的錢。我立刻要求董事會停止所有 M-17 自動放款。有人反問，全部停掉會不會等於告訴對方我們查到哪裡？海外錢不能出去，入口不一定要消失。我把方案說清楚，保留表面上的提交流程，但實際付款改成人工暫停，任何一筆都不能自動放行。陳明則先問的不是效果，而是程序。警方可以同步保存操作日志，但你不能自己加監控，不能碰不該碰的賬號。我答應的很快，我要的是能交給司法的記錄，不是一場私人的抓人遊戲。只要对方再次使用 M-17，提交來源就會留下來。董事會最終同意人工卡款。從那一刻起，那筆設備搬遷款看起來仍能操作，實際上卻不可能真的流出公司。真正的壓力來自時間。警方準備全面封賬，一旦封存開始，M-17會失去操作空間。
如果有人還想把最後一筆錢送出去，他只能在封賬前動手。我盯着那筆停在待處理狀態的交易，第一次不是追着過去留下的痕跡跑，而是在等一個現在式的選擇。對方可以什麼都不做，那我們就只能繼續靠舊證據往前，也可以冒險再用一次 M-17，讓同一套方法在警方眼前重新發生。光等最後一筆交易還不夠，我還需要知道誰對高文彥可能留下的證據最敏感。於是我只找了溫庭川一個人。我把話說得很窄，警方還沒找到高文彥真正的紙本備份。我聽說他把收據藏在 B17， 這件事是假的，除了測試反應沒有別的內容。溫庭川沒有追問，只淡淡說了一句，那就交給警方找。他的反應太平常，我也沒有再補第二句。19分鐘後，系統新增一張 B17 緊急維修單，理由是門禁感應器故障，申請來自運營部門。秦書瑤把時間戳推給我時，我先確認這張工單原本不存在。接着我們查建立賬號，落在溫庭川辦公室助理名下。助理面對詢問沒有否認操作，只說是依溫庭川口頭要求建立，理由是會議前先把門禁問題處理掉。那個解釋本身沒有犯罪內容，可只有溫庭川聽過 B17 的假消息。而19分鐘後，他的辦公室就對 B17 產生了一個需要實際進入空間的緊急要求。我把工單和談話時間一起交給陳明澤，特別補了一句：這不能證明命案，我只要他證明一件事，這個消息到了他那裡，他有反應。白。陳明澤看了我一眼，你倒是很怕證據說太多。我回他，因為說超過他能證明的範圍，最後只會替真正有用的部分添麻煩。跑 B17 不再只是高文彥留下便條的地方，現在他也讓溫庭川第一次因為一個只有他聽過的消息，主動留下了行為痕跡。我重新拉出高文彥過去5次進 B17 的日期，和那5家供應商的付款日並排，2組日期幾乎一一重合。這讓 B17 的用途變得更清楚。高文彥不是隨機去那裡做，他很可能是在付款前後避開前台儀表板，自己核對底層資料。接着我們翻到他死亡當晚的行事历，晚上10點30分，有一筆很短的安排 M-17 對賬，參與者只有2個人，高文彥和溫庭川。我盯着那個時間，想起溫庭川先前說過，他晚上9點50分就離開公司。2個說法如果都是真的，那場對賬根本不該發生。秦書瑤調出高階電梯權限使用記錄，10點34分一次，10點46分又一次，使用的都是溫庭川名下的高階權限。我沒有說那就等於他本人在場，權限卡可以被拿，賬號可以被用。這正是整個案子一直在提醒我的事。可他的9點50分已離開，已經不能再當作乾淨的不在場說法。至少在高文彥死亡時段，有一套屬於他的高階權限還在公司內活動。更重要的是，10點30分那場 M-17 對賬不是我們事後猜出來的安排，他早就寫在高文彥自己的行事历裡。我把對賬、電梯和17樓門禁時間交給陳明澤，現在缺的是現場，只要12樓不是全部，這條線就會完全不一樣。110，警方重新把重點往17樓移。我沒有再追着問結果，只等他們用我碰不到的物證回答最後那個問題。陈明澤再次找我時，第一句就推翻了大家最初的直覺：12樓不是第一現場。不，矮乙。警方重新比對高文彥的伤勢和12樓留下的痕跡，两邊對不上。換句話說，他是在死亡後被移到安全梯附近，發現位置不等於致命位置。依照17樓门禁與監控空窗，
警方重查了服務通道，那裡找到與高文燕相符的血跡和撞擊痕跡。法證把17樓確定成第一致命現場。我沒有去看現場照片，只把時間線重新排了一遍。10點30分 M-17 對賬，10點34分高接電梯權限，10點37分高文燕進17樓。監控則從更早開始維修。公司資料、犯罪和命案第一次真正落在同一個地點，同一段時間，同一類權限範圍裡。溫庭川很快改了說法，他不再堅持那晚所有權限都沒有活動，而是說自己的卡可能留在辦公室被別人拿去使用。如果只看單一電梯記錄，這個說法確實留有空間，可他已經從我早就離開，退到我的權限可能被別人用了。每一次退讓都是被新的來源資料逼出來的。陳明澤提醒我，現場物證仍需要警方自己完成串聯。我沒有催他現在逮人，因為我手裡還有另一個更直接的問題正在倒數。那筆 M-17 設備搬遷款還停在人工暫停機制後面，只要真正操作者在封賬前再碰一次系統，我們就能看見他現在用的是什麼。全面封賬只剩12分鐘時，會議室裡沒有人再說多餘的話。人工暫停機制還在，警方的操作日誌保存也已經開着。我重新確認了一遍，不管誰提交，款項都不能真的出去。秦書瑤點頭，只會停在人工審核，不會放款。好的。陳明澤則盯着另一個畫面，來源我們來保存。你們不要在這12分鐘裡改規則。這句話等於把最後的邊界釘死。溫庭川仍在重複同一個解釋，高階權限可以被代用。17樓不能證明是他本人。我沒有跟他爭，因為再多辯論都不會增加一條記錄。時間1分鐘1分鐘往下掉，那筆設備搬遷款始終停在待處理狀態。我甚至開始接受對方可能選擇放棄。倒數進入最後一段時，交易狀態突然變了。M-17 最後一筆設備搬遷款被正式提交。我沒有碰鍵盤，只看向陳明澤。他抬手示意所有人別動。警方同步保存的系統記錄正在往下寫。過去幾天，我們追的都是已經發生過的東西。這一次，操作就在封賬前，當着所有人的面留下來源。下一個答案不需要任何人承認。只要日誌完成，我們就會知道是哪套硬件權限把這筆錢送進了流程。警方保存完第一輪記錄後，陳明澤把來源欄轉向我。最後一筆提交來自溫庭川正在使用的公司硬件權限。會議室裡沒有人立刻說話。我先看的是交易結果，設備搬遷款仍停在人工暫停，錢沒有出去。這代表我們守住了第一條底線，也保住了第二條。真正的操作者確實在封賬前又碰了一次 M-17。幾乎就在交易卡住之後，另一筆系統異動跳了出來，有人開始刪除 M-17遷移批次。秦書瑤下意識往前一步，我攔住他，別動。現在最重要的不是阻止畫面上的刪除動作，而是讓不可逆異動日誌把來源和時間完整留下。刪除沒有抹掉操作本身，相反的，日誌把這一刻固定的比任何口頭解釋都清楚。同一套正在使用的硬件權限，先提交最後交易，又在失敗後動到 M-17。溫庭川沒有替我們講完整故事，他只冷冷問了一句：你們憑一個硬件來源就要把所有事情都算在我頭上 ？D.I.K. 我看着他，不是一個來源，也沒有人要他替全部事情作證。他只要證明你現在還在控制 M-17就夠了。都一考乖，過去的假審批終於不再只是6個月前一段難以還原的資料。那套流程在警方監督下又活了一次，
而且留下了新的可驗證的操作者痕跡。接下來要做的不是逼他承認，而是把每一條證據放回他能證明的位置，侵占、栽赃、17樓时間線以及警方手裡的第一现場。董事會和警方都在場時，我沒有先要求任何人相信我，我只把資料按來源攤開，從最早那5家供應商開始。前台寫的是我核准，但原始來源是 M-17批次匯入。我把原始報表放在第1頁，這只能證明審批標籤不是我的主筆操作。好，報。第2份是威脅郵件，寄件人顯示我的賬號，但排程裝置來自共用終端。我提前離席後，溫庭川比其他高管晚11分鐘離開。跑。我沒有把11分鐘說成兇手時間，只接着放上 B17那張工單。只有他聽過紙本備份的假消息。19分鐘後，他的辦公室要求緊急處理 B17門禁 DY。再往後是高文彥的 M-17對賬行事歷，17樓監控維修、高階電梯權限以及警方已確認的第一致命現場，每一條單獨都留有辯解，疊在同一時間線上，空間卻越來越小。陳明澤接過話，補上警方能證明的部分。17樓物證與高文彥相符，12樓只是發現位置。溫庭川原本的離場說法也和高階權限使用時間衝突。溫庭川仍然只抓着同一點，權限可以被別人用。我把最後一筆 M-17交易和刪除日誌推到最上面，所以我們才等你再用一次。Bye。警方保存的記錄證明，他正在使用的公司硬體權限提交了最後一筆款項，付款被人工攔住後，同一來源立刻嘗試刪除 M-17。這不是6個月前的猜測，是剛剛發生的操作。他沒有完整自白，警方也沒有等。陳明澤依侵占、湮滅證據和命案相關證據，正式宣布逮捕。那一刻，我沒有覺得痛快，只覺得整條混亂的鏈終於能被逐項說清楚。真正讓我停下來的是董事會隨後提出的方案。有人說，對外可以先統一成資訊系統異常，避免併購立刻失控。我把那份措辭推回去。不行，系統沒有自己侵占資金，也沒有自己排程郵件。我要外部稽核，受影響客戶也必須被通知。好，why？ 有人問我，知不知道這會讓併購延期？我回答，知道。但如果我們最後還是用一個漂亮標籤把來源蓋掉，那高文彥查的這一切就白做了。好，bye。我的嫌疑在證據鏈裡被拆開了，溫庭川也失去繼續控制公司的位置。可我真正拿回來的不只是清白，而是決定公司接下來要相信什麼的權利。這一次，我不再接受系統顯示正常作為答案，所有重大結果都必須能一路追到它真正的來源。幾天後，買方正式通知併購延期，這個結果沒有人喜歡，但公司沒有停擺，最壞的那個結局也沒有發生。受影響客戶的資金開始追回，所有相關款項重新核對。高文彥沒能完成的供應商稽核，最後由公司和外部稽核一起補完。秦書瑤把新版審批流程攤在我桌上，第一個被拆掉的就是那種只把已核准3個字推到最前面，卻不讓人追來源的設計。他問我，以後高管會嫌麻煩？我把版本往回翻，那就讓他們嫌，少一個步驟很方便，但少掉來源，代價我們已經看過了。逼、股、屬、共，我們把權限、遷移、人工審批和原始記錄重新拆開，要求每個重要結果都能追到誰在什麼流程裡做過什麼。最後整理項目文件時，我把高文彥留下的那張便條影本放在第1頁，上面仍是那句很短的話，不是審批，是遷移。秦書瑤看了很久才說，
他其實只差一步。我搖頭，不是，他已經把最重要的方向留下來了，後面那一步是我們該做的。併購延期，公司受損，有人被捕，這些都不是可以用一句真相大白配抹平的結果。可至少從現在開始，我不需要再假裝那些損失不存在。我把新风控項目的第一條原則改成4個字：來源可驗。對我而言，那不是技術要求，而是一個再也不能交給漂亮界面替我做的判斷。高文燕的稽核完成了， M-17 被封進調查資料，公司也開始重新運作。事情沒有回到原樣，但我很清楚，這一次我們留下的制度不會再只要求人相信結果。